玉溪花尘。弓手，不去战场上锻炼，将你的能力发扬光大，偏做暗杀这种小人行径，死了活该。把这个服下。 你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你不是说我的生死与你无关，你不愿意参与天启城这些破事儿吗？你管我，我想来就来。当年我们杀入泰安殿的那一夜。 可比今日凶险多了。你不是也没来天启看一眼？那一夜，我早就到了天启城了。我在你身边安插了奸细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
他发出令箭，我就会提剑杀入我们。管他什么亲王、景誉王、泰安帝，我若提剑而出，那你就得跟我走。别废话了，今夜剑起，若凤离心。雨墨姐姐，你醒了。已无大碍，玄武使，进来吧。上一次受这么重的伤，还是你动的手。当时你可没现在这么着急。你什么你？坐过来说话。还是像个巨嘴葫芦。以前我总讨厌你，什么都闷着不说，但是现在我发现，原来喜欢一个人，除去言语，还能在行动和眼神中表明。经过这一遭，我也算是确认了你对我的心意。想想看，居然能拿下堂堂玄武使，也是死而无憾了吧？不会死，也不许死。这次天启之图，让我更加明确我们身上背负的责任。唐连月，我们再做个约定吧。等你我完成身上的使命，你不再是玄武使，我不再是暗河道，我们只是唐连月和沐雨墨的手。到那时，我们想说喜欢便喜欢，想去哪里便去哪里。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，向往是谁的年少？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我答应你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陪王爷做完他想做的事，我便跟司空长风一般，抛下这座城的束缚，来找你。只愿此生不忘。你走吧，天启城和琅琊王都很需要你。相逢唯愿最初目光，一如过往。快去吧。不问世间悲欢，只诉愿望。听清风坦荡，听雪落戎装。笑谈踏过四生风浪。初次见你时，弄坏了你的面具，也只想再陪你一个，但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而且，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而且什么？我不希望你再戴着面具，不希望你再隐藏自己的身份。
我希望你能自由地走在阳光之下。送我一曲离歌，笑看岁月如常，为你留自己做的。半生是。愿望，此时可手艺不错。向往着离殇，最后灯火阑珊处是最初快走吧。念念不忘，年年遥遥相望，是谁的年少？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雨水守着信仰，换世间晴朗。5年离去的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，你果然是在骗我。你果然还是关心我。月郎，现在天色不早了，要休息吗？我的身子还没完全恢复，你喂我吧。5年离去的悲伤，只愿此生不忘。飞虎将军，这么晚了要去哪儿？玄武使，你不是应该在？很遗憾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取你的性命。燕将军，还请放下手中的武器。哼，就凭你们！将军，看来你们也得到了消息，凤溪山庄起火之后，内卫司便在第一时间接过。你绑架的那几位公子，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府邸。他们背后的势力，今夜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行动，而你，也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真是烦人！他到了。4天过去了，希望连月使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。首先，卓清大剑死了吗？我当时确定已经重伤他，但他应该还保留一丝气息。本来我想最后补上一招，但当时出了一些状况。后来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们推测，应当是被他的徒弟景轩带走了，但是死是活，暂时也没有答案。罢了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筹谋这一切的大皇子萧勇，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那夜的天启谋乱，飞虎将军点叶已经认下了所有的罪责。你们的陛下就这么算了？还是说，琅琊王根本就是个摆设？自然不会。萧勇也自知，无法这么简单从这场谋乱中抽离出来，所以上书请罪，认为点叶犯罪，自己也有过错，愿于青天剑禁闭，放弃皇子身份，终生不涉党争。竟只是如此吗？琅琊王呢？他认可这个结局吗？王爷不认可。他上书参了大皇子，并附上了大皇子参与谋乱的证据。但是第二日，陛
陛下就准了骁勇的请求。王爷进宫求见，陛下并不见。那封龙凤卷轴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，似乎已经有人先我们一步拿走。内卫司会就此事继续展开调查。回去吧。2个答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。大家长接下来打算如何？我等苏沐雨醒了再说。他醒了我就听他的，毕竟天启是他决定来的。他醒不了，我会拔刀杀人。骁勇要死，琅琊王也要死。走吧。我是不是对你的小情郎凶了一些？同你往日比起来，还是温和了些。与你的心上人一同经历了一场生死，怎么感觉你好像并不开心？如今这样的情形，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开心呢？雨墨，如今穆家只能依靠你一个人了。我明白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穆家家主，所有的儿女情长都会放之身后。你做得到吗？你放心，而且他既给了我允诺，我又何必着急呢？去吧。终于醒了。他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申一最后走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痛苦。是哲叔用我的寸指剑，直接……你知道的，哲叔向来干净利落，申一还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就已经结束了。哲叔说，既然你已经晕了过去，那这件事便只能由他来做。他们等了你2日，可你一直没有醒来。哲叔会先把尸体运回药王谷，以后每年清明、忌日，他们都会在药王谷给你准备1壶酒。等你去哪儿？
所说，应当是被火凤来意给烧死。逍遥呢？他认了罪，但是他这条命被他的皇帝父亲给保下了，只是去了青天监管禁闭。琅琊王问我你的决定，我说等你醒来，便听你的。王爷，苏沐雨醒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见到了苏长河。那安和的大家长怎么说？他说，若是苏沐雨醒来，他便听苏沐雨的决定；若是苏沐雨醒不过来，他会杀了萧勇和你。或许不需要等了他拔刀了。你是何人？来此送葬，为你身后之人。大胆！大胆吗？我有一个好朋友救下了你儿子的性命，可你身后的这个人，却又夺走了他的性命。我不该来此送葬吗？是你们，可是他已经请罪入了青天剑，陛下下了圣谕准予，如今他的性命只归天命。我即是天命。殿下打算去关禁闭吗？苏家主，你们已经赢了，琅琊王他们定然会遵循之前和你们的约定，让你们的暗河走入属于自己的光明，又何必咄咄相逼呢？所以皇子便可以肆意的杀人，就算最后要接受惩罚，只要放弃自己的身份，便能苟活于世，对吗？我还未踏入青天剑，我现在还是一位皇子。你知道当街杀死一名皇子是什么样的罪孽吗？你们暗河将永永远远不可能迎来所谓的光明，影子永远是影子，一旦碰到阳光就会消失。你们会成为北利最大的通缉犯，你们的画像将会一直被张贴在每座城池最显眼的地方。青阳和许巍死的时候，雨墨问过我一个问题：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似乎早就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可如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通往彼岸的路，究竟还要死多少人？我有我的选择，为神医，为青阳，为雪薇，为每一个因你们操控而死的同伴复仇。
我的选择自有我的意义。从今以后，整座天启城当记住我们暗河的名字。没有人能再将我们当作可以肆意操控的棋子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样做的代价。怎么，你也感受到它的气息了？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这。苏云霄，我绿他现在啷子了？他没事了，你放心。我既然出手了，就一定会救下他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我要暂时带走这位神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下来要练一门功夫，随时需要一位神医候在一旁。我不想被苏沐雨盯上，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你若敢多言一句，白鹤怀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你说，苏沐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真是令人好奇呀！在看到了无限接近光明之后，又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。我们要离开天启城了，来和琅琊王告个别。或许你们不该杀死萧勇，此事有很多种解决办法，可你们选择了最无法挽回的一种。别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我这兄弟其实也是。琅琊王殿下，或许暗河的彼岸并非最初我们期盼的那样，我们想成为的是可立于光明之下的人，并非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萧勇若去了青天剑，在国师启天辰的浮沉之下，很难再寻机会。可萧勇死了，很多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或许在从前，暗河立于黑暗之中；或许在未来，暗河仍无法行走于光明之下。可至少在此刻，我们拥有属于自己心中的正义，而在这正义之中，骁勇当死。下次若再敢拿我们当棋子，
可休怪我们成为下棋之人。我和昌河会回大漠河，以后会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，彼岸终会到达，无论过程有多艰难。好，那希望我们再会的时候不会是敌人。可我们也很难成为朋友吧？走了。国师，大皇子骁勇在来青天剑的路上被人给杀了。谁动的手？我只见过其中一人，当年来过青天剑之外，被国师您一道皇符给打退了。或许当日是我狭隘了。这位苏家主是值得一见之人。怎么了？会后悔吗？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可那一剑之后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琅琊王帮不了我们的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他想在死前为自己在意的人铺好路，可是他所在意的那些人，要走的却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。这天启城的大乱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那和我们暂时没有关系了。的世界有难舍的执念，鲜血将自己丢却，还好有爱爱人间半年月。曾用一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。这一生的风雪坏，一生注定归绝。云雾皆散，得见明月。驾！两人就这么一同朝前狂奔着，似乎此行没有终点，而亦没有归途。彼时，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，而距离苏沐雨和白鹤怀的重逢，则还有整整12年。如同宿命随波蜿蜒，曲折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？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
无声的沉寂。漫漫长夜中寻觅，挣扎爱痛的边际。身影交错里，眼中藏匿谁的姓名。风吹过，莫问归期，莫问归期。如同宿命随波望，延续着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，穷尽一生唯一点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寻找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山雨晚来，吹化作泥沼。赵岩，让我自己单独待一会儿。好。明轩高，哪有路可挑？奈何有挥剑出鞘。肩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肩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独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肩上暮雨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肩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独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。即便还会有躲不开的喧嚣，为心中的安被找到。